好，從去年開始呢 ，Sony 就大改了顯示器的名字啊，在2024年推出了 Bravia 3、7、8、9啊。那數字越大呢，就代表越起獎。而如果你想要體驗 Sony 黑科技 Mini LED 顯示器的話呢，那至少要買到 Bravia 7等級以上的顯示器啊。但是在今年呢 ，Sony 直接在 Bravia 3和 Bravia 7中間開了一條新的產品線啊，那誕生了一款主打 CP 值的 Mini LED 入門款。那就是今天的主角啊，就是這一款 Sony Bravia 5啊。那真沒想到我會在 Sony 的產品上討論到 CP 值啊。不過這款產品真的是拿着入門款的價格呢，卻塞進去超多的 Sony 旗艦款才有的黑科技啊。那以我對 Sony 的印象來講呢，我是真的沒有想過這個價格可以帶走這麼旗艦的體驗啊。沒有因為入門這兩個字而閹割掉什麼功能啊，反而是給好給滿，像是 XR 極致精準背光控制技術啊。AI 降噪銳化和人聲加強，以及特別與 Netflix 和 Prime Video 串流平台合作開發的專業電影工作室校正模式啊，還有這個電影院等級體驗的 Sony Picture Code， 一個都沒有少。而且強大的黑科技的這個特質呢，更是連Soundbar 都是啊。那總之有太多東西都不像是一款入門的 Mini LED 顯示器該有的。但今天這一次的 Sony 大法全都給了。那今天的影片呢，就來聊聊今年新增加的这個產品線 Bravia 5究竟值不值得買，有哪一些缺點和優點，而且如果你是小資主的話，該不該加購具備實體 5.1 聲道和1000瓦強力輸出的家庭劇院系統 Bravia Theater System 6，以及我使用一陣子之後呢的設定秘技教學和這個購買建議的部分。但在開始之前呢，我想先問你們一個問題啊：你們吃飯是喜歡先吃好吃的，還是把好吃的留到最後？那我個人是喜歡把好吃的留到最後再來吃啦。所以在講這個 Bravia 5的優點之前呢，我想先來直擊一下 Mini LED 最令人擔憂的部分，就是這個光暈的控管啊。那首先，先來複習一下 Mini LED 的特質啊。Mini LED 通常伴隨着超高亮度和高對比的優點，但缺點就是呢 ，Mini LED 沒辦法像是 OLED 一樣做到點對點的控制啊，因此有着硬體上先天很難克服的光暈的問題。那特別針對像是白色物件，它的周圍總是會有一層淡淡的光暈，因此我打算直接就來點最難的，直接來看看最難的大魔王場景——黑底白字的部分。來看這款 Bravia 5的表現究竟如何？那結果還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來想說這款應該就是一款入門級的顯示器而已，沒想到整體的表現竟然是出乎意料的蠻不錯的。你非常仔細的去看呢，還是可以看得出一點點些許的光暈啊。但在這個非常困難的黑底白字的場景之下呢，這款的表現已經出乎我的預期了。那這次的 Bravia 5雖然說是入門款，但是它搭載上了 Sony 最旗艦的 XR Backlight Master Drive， 一套 Sony 獨家黑科技的極致精準背光控制技術啊。那相較於上一代的 X90L 來講呢，這一次的分區數量增加了4倍，那降低了38% 的功耗。那針對背光的部分呢，我這邊很建議你進去設定中呢，把這個控光強度調整為高啊，在一些對比度極高的場景之中呢，整體的光影體驗會更好。那接着我們就回頭來看看這一次的 Bravia 5提供的顯示器規格。首先，這是一款 4K 解析度的顯示器啊，那最高支援到120赫茲的更新率啊。那同時，它也支援了 HDR10、HLG 和 Dolby Vision 3種 HDR 的規格啊。那在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中呢，也可以順利的觸發 Dolby Vision 啊。那你甚至還可以選擇你是要 Dolby Vision 鮮明，還是明亮，還是柔和這3種模式啊。那我自己最常選擇的是鮮明的部分，我覺得它可以激發出這個熒幕更高的亮度和鮮豔度。但如果你想要體驗標準的電影亮度和色溫的話，你也可以選擇柔和這個模式。那這一次的顯示器更是透過 XR 處理器 AI 再升級啊，全新的場景偵測系統可以更精準偵測到每一個分區去優化影像啊。
那全新的 AI 超解析演算法 XR Clear Image 更是透過 AI 的深度學習來強化畫質、增加細節啊。像是 OTT 平台上經過壓縮的影片啊，或者是舊電影中常見的雜訊或者是鋸齒的部分，那透過 AI 呢都可以修復畫面，重現電影工作室品質啊，並且改善低訊源的畫質啊。那再回到影音串流平台的部分，這邊必須特別提到這一次 Sony 獨家的校正模式啊。Sony 這次特別針對了 Netflix 和 Prime Video 等串流平台提供了校正模式啊。那開啟之後呢，就可以最真實的還原出導演想要看到的模式啊，或者是這個串流平台中最專業的畫質設定啊。那我這邊呢也體驗了 Sony 自家的影音平台 Sony Picture Code， 但是東西真的是體驗過後就有點回不去了。那首先就是你看電影時呢，會遇到這個上下黑邊的部分，只要是符合 IMAX Enhanced 規格的片源呢，透過這個索尼大法，直接讓你的電影畫面呢變成滿版的。就消除掉這個上下黑邊，那你可以享受到滿版的電影院體驗。那用過這個之後才知道說，哇，能夠填滿整個畫面真的是非常的爽啊！讓這台顯示器的每一個像素通通都不准偷懶，全部都给我起來工作。而且如果你家網絡是夠力的話呢，我非常推薦你把這個高碼率串流的 Pure Streams 選項開啟啊，這樣可以最高串流到80 Mbps 的碼率啊，那整個畫面的細節啊，跟其他影音平台的15到25的 Mbps 是完全沒辦法比較的。那是說這個80 Mbps 已經接近了這個 4K 藍光光碟的體驗了，不過前提就是你家的網絡要夠力就是了啦。那這一次的 Bravia 5的輸入輸出孔給到4組 HDMI 2組的 HDMI 2.0 和2組的 HDMI 2.1啊。那此外也具備了2組的 USB Type A 啊，一個光纖音訊，一個 S Center 接口，一個網路孔和一個有線電視接頭啊。那接着來聊聊聲音的部分吧。Bravia 5具備4顆揚聲器，2顆全音域單體朝下，極致平衡揚聲器負責中低音頻。機身的上方左右側各塞了具有獨特形狀振膜的高音單體啊。2025年改良了這個新形狀的高音單體，讓人聲更加的清晰，那聲音定位也會更加的精準啊，整體的立體環繞感會更好。那雖然說本身的音效就非常不錯了，但是我這邊更推薦你直上他們這個5.1聲道的家庭劇院系統啊，總共1000瓦的總功率輸出啊，而且索尼還是我習慣那個索尼啊，這一組呢雖然是5.1聲道，不過 Sony 透過他們的黑科技啊，他們索尼獨家的虛擬環繞技術，他們也模擬出了天空聲道，你甚至可以感覺到那個下雨的雨聲啊，還有那飛機這樣飛過去的感覺，非常的猛。而且音場的左右的那個包覆感也非常強烈，那聽起來的環繞音效的感覺是非常足夠，真的會有一種把電影院帶回家的這種感覺啊！有機會的話，我非常推薦你去現場體驗看看，實際去聽聽看這個聲音 all around you 的這種感覺啊！那這一次的 System 6呢，在規格上也支援了這個 Dolby Atmos 和 DTS:X， 那瓦數的輸出更是高達了1000瓦。那我這邊也實測了一段，就是單純這個 Bravia 5發聲，以及這個 Bravia 5加上 System 6的聲音表現，那可以聽聽看說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那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吧。那整體來講呢，聽感的體驗，我覺得它的重低音算是非常有力，但是不會到轟腦，也不會不舒服。而且可以在 Bravia Connect 的 App 中呢，調整這個低音電頻或者是後環繞的音量。那是說這2顆後環繞在聲音真的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這個左右的後環繞呢，加上這次的多聲道立體聲模式呢，你可以感受到那個聲音真的是充滿了你家的客廳啊，左邊啊、右邊、上面都有聲音發生的這種感覺啊。那環繞感是真的是非常的強啊！只要把家裡的燈光稍微調暗一點點，然後再搭配一桶爆米花，那真的是在家裡看電影院的感覺啊。那此外，針对人聲的部分呢，他們這次特別在選燈中也可以讓你特別加強人聲的表現啊。透過這個 Sony 獨家的 AI 聲源解析
Voice Zoom 3的演算法呢，讓 AI 學習辨識人聲對話，可以做到單獨把人聲拉出來加強啊。那最近晉升爸爸的我呢，有2個功能我特別喜歡。首先第一個就是這個夜間模式。開啟過後呢，它就會特別降低重低音的部分，去減少吵醒好不容易睡着寶寶的幾率啊。那還有一個功能呢，就是這個關閉螢幕的部分。因為有時候我只是想體驗一下這個 System 6的音場表現，想要放音樂啊，或者是聽聽 YouTube 上的 MV， 但又不想要讓小孩一直看着螢幕畫面啊，就可以透過這個功能呢，把螢幕關閉，這樣小孩就不會一直扭頭去偷看這個顯示器的畫面啊。但就可以享受到這個家庭劇院的聲音表現。那這2個功能是最近晉升爸爸的我呢非常喜歡的2個功能。那講完了影像和聲音的部分，接着就來聊它的系統的部分啦。這次 Bravia 5呢具備的是 Google TV 的部分。那 Google TV 最大的好處就是它的資源性真的是超好，你只要想得到的影音平台啊，或者是應用程式都可以找得到。那特別針對手機、平板和電腦的投影呢，也十分的友善。如果你是 Android 體系的話，就可以直接 Google Case。而如果你是蘋果體系的話，就可以直接 AirPlay， 就非常方便。那針對顯示器最重要的靈魂，也就是遙控器的部分，我必須說 Sony 的遙控器的快捷鍵是真的很方便啊，給的選項是真的很多啊。我常看的平台都有，那躺在沙發上，只要這樣一鍵按一下，就可以直接開始追劇，非常難從沙發上離開啊。而且如果你的手機有下載 Bravia Connect 的 App 的話呢，在你伸手拿不到遙控器的时候呢，你可以輕鬆的使用你的手機去觸控、去操作螢幕啊。這個 App 做的還是蠻不錯，有許多的設定呢都是可以輕鬆調整，不論是在 Bravia 或是家庭劇院都可以輕鬆在這個 App 內調整。好了，差不多就是這一次我這一陣子體驗這個 Bravia 5和 System 6的一個使用心得啦。這次的索尼大法有一部分非常熟悉，但有一部分真的是非常驚喜。熟悉的 Sony 黑科技就一如往常的非常強悍，但 CP 值的部分呢，真的是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也非常驚喜啊。那購買建議的話，除了非常推薦這個 CP 值很高的這個 Bravia 5以外呢，我真的覺得如果你買這個顯示器的話呢，就順手帶走它的 System 6吧，一口氣把你家升級成電影院啊，把電影院帶回家的感覺是非常的爽。這樣除了跟別人說你家的貓咪會後空翻以外呢，又多了一個好的理由找別人來你家看電影啊。好了，那如果你對於這個 Bravia 5和 System 6有任何的問題的話，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詢問。那如果你已經是 Bravia 5和 System 6的用戶的話，也可以幫我補充一些我沒有提到的新的部分，或者有哪些你覺得可以更好的部分，就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啦，良性討論。那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對你有點意思的話，記得幫我點讚，點讚後也記得順手幫我熱推一下這部影片啊，非常感謝。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悄悄，拜拜。